胡慧中或许是娱乐圈中最幸运也是最不幸的女演员，既是无数人的朱砂痣，也是对感情无比忠贞的俏女郎。幸运的是，她的前半生一直有人站在原地等候；不幸的是，后半生因为另一个男人奔波东西为此守候。她的人生同样充满着传奇色彩。如果命运是场游戏，那胡慧中参与的一定是最烂的。1958年的某个清晨，远在台湾眷村的某个角落里，一个注定不平凡的女孩诞生。少女时期的胡慧中亭亭玉立，更是人如其名，长得秀外慧中。也因为出众的外貌被星探发掘，还得到了和明星张国柱合作的机会，搭档出演了文艺爱情片《欢颜》，正式踏入了演艺圈。影片播出后成绩斐然，也证明胡慧中天生就是出色的演员。凭借着影片中的一个3分钟的长镜头，胡慧中一举成名，甚至声势直逼林青霞，还因此提名了金马奖影后，本人也被冠以文艺片女神的称号。刚出道就获得如此高的荣誉，一时间胡慧中成了各路媒体的香饽饽。而她也因为长相与林青霞相似，加上英气的长相下又不失一颦一笑的柔美，所以被媒体冠以小林青霞的称号，甚至还被称为林青霞的接班人。但其实他们两个算是同龄人，只不过林青霞出道的比她早，加上林青霞当时已经成名许久，而好事的无良媒体总喜欢将胡慧中和林青霞比较。但胡慧中很要强，也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，对媒体的这种做法十分厌烦。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加上当时的胡慧中已经成为台湾新一代文艺女王，她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，所以面对记者的追问，她气定神闲地回怼道：“大家用林青霞来比较胡慧中是抬举了我，但用胡慧中来比林青霞就是看清了我。”接着又补充道：“她和林青霞都是独一无二的。”我而家都唔使拍寫真啊，都留咁樣一個頭啊，都可以咁紅啊，啲戲都係咁賣嘅。3言带2语，4两拨千斤，一番巧妙的回应，不仅让媒体乖乖闭麦，也化解了他与林青霞之间的尴尬。由此可见，美人心智。80年代初，台湾文艺电影逐渐落寞，胡慧中开始逐渐转型。当时香港电影中的动作片最为流行，胡慧中也随之进军香港发展。或许是幸运，也或许是咖位加持，她得到了洪金宝成功的争相力捧。在洪金宝执导的《福星高照》和《夏日福星》中扮演了女警霸王花一角，也凭借这个角色成功转型，成功进军竞争激烈的香港影坛。之后成龙也看准机会，趁势推出了霸王花系列电影，为他塑造了精明干练、身手不凡的超级警花形象，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，在当时的内地也十分吃香，也被一度称为千面女郎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从玉女到霸王花，胡慧中付出了很多的努力。因为没有武打基础，她在拍戏的过程中只能硬拼，加上胡慧中都是亲身上阵，不用替身，经常被摔得遍体鳞伤。她的拼命坚韧的架势也获得了成龙等一众五星的夸奖和尊重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胡慧中的事业飞速发展着，甚至成为了与杨紫琼并列的头号大女。但好景不长，胡慧中就被残酷的现实上了一课。胡慧中参与电影《猎魔群英》，电影后期有一场爆破戏，那时候的技术条件有限，危险镜头要不就是亲自上阵，要不就是用替身。当时的胡慧中正在事业高速发展期，为了最后的成片效果，他和几位主唱都要求亲自上阵。可令人惋惜的是，爆破手出现了重大事故，提前2秒按下开关，直接将3位主演从楼上炸飞。最后面的胡慧中更是被烧成了火人，胡慧中全身都被烧伤，成片的水泡，头发又都成了灰烬，甚至皱纹都被烧掉，需要面部换肤。之后剧组为了向这3位主演致敬，还特意在这部电影的片尾加了致谢词。但比起肉体上的伤害，心理上的摧残更让人难以接受。胡慧中将近1年都没有去拍戏，天天待在黑暗中，不能见阳光，心情也变得越来越抑郁。但幸运的是，因为抢救及时，胡慧中的面貌得以恢复如初，心态也在家人的陪伴中恢复正常。经过这个劫难后，胡慧中并没有放弃演艺事业，或许是对事故有了心理阴影，在之后的拍摄中用其替身毫不犹豫，接片的要求也越来越低，甚至还被人哄骗去拍了风月片。1992年，被导演吕小龙邀请拍摄《鬼狐》，当时吕小龙告诉胡慧中，只需要扮演聂小倩这种角色就行，并告知只需扮靓，没有大尺度戏码。胡慧中欣然应允，可谁知吕小龙心怀不轨，居然又擅自续了长达10分钟的激情戏。当然，胡慧中是不肯的。之后还是吕小龙找的替身才完成了拍摄。可怜一旦玉女稀里糊涂的翻了船，口碑也变得越来越差，甚至被嘲讽玉女变玉女。而这个情况持续了许久，直到1992年，胡慧中登上春晚大舞台，风评才好转，口碑逆袭。在事业猛步发展的同时，胡慧中却和黑帮大佬谈起了恋爱。说起来，胡慧中和这位大佬唐崇生还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从小两人就是邻居，经常形影不离的玩耍。两人在高中的时候发展成了情侣，不过之后胡慧中考上了大学，唐崇生却无心学习，当起了混混。而胡慧中的父母两人也是强烈反对，最终两人只能被迫分开。多年后，胡慧中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，唐崇生也成为雄霸一方的北联帮帮主。天差地别的两人本应该再无关联，可谁知胡慧中偶遇了唐崇生的大哥，在得知唐崇生为了他至今未婚后，胡慧中思绪万千，平静的内心再度掀起了波澜。于是两人再度和好。据说当时唐崇生还捧着500万台币向胡慧中求婚，并立誓自己要改邪归正。
但鉴于之前胡慧中父母的反对，两人一开始并没有公开关系，而是在法院办理了公证结婚。之后为媒体曝光消息，才传到了胡慧中父母的耳朵里。胡慧中父母更是以死相逼，两人也大吵了一架，选择了离婚。事实证明，唐崇生对胡慧中是真的爱。为了不影响胡慧中的事业，1997年，唐崇生带着自己的11个心腹向台北警方自首，并宣布脱离帮派。这是台湾首桩黑道人物挟械自首的案例，在整个业界也是很炸裂的存在。可改邪归正的唐崇生并没有落得好下场，在初一的街上被仇家设伏枪杀。在公祭日当天，各路帮派以及政界的人都来为唐崇生送别，但唯独被视为大嫂的胡慧中没有出现。原因在于那时的胡慧中早已嫁作人妻，现任老公何志平是前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。据说胡慧中听到唐崇生的死讯后，哭得死去活来，但此刻他已经没有理由，更没有立场来为他曾经的挚爱送行。或许是经历的太多，胡慧中只想过平淡安稳的日子。1997年结婚后就宣布了息影，从此消失在大众视野中。再次出现还是在孙俪发的微博上，那时人们才知道，原来胡慧中是孙俪的姨奶奶。果然天下娱乐圈是一家。在2017年的品质盛典上，胡慧中还亲自登台为孙俪颁奖。那时候的胡慧中可以说是勾起了不少人对霸王花的回忆。胡慧中原本以为日子会平淡的过下去，可就在这一年，因为丈夫何志平挖空心思从政，被指控贪污受贿等7项罪名。而根据媒体爆料，何志平预计会被判65年。为了救自己的丈夫，胡慧中抛家舍业，四处活动关系，上下打点。还向美国的法官寄出了149封手写的求情信，因为他的拼尽所有，不离不弃。最终何志平被轻判3年，后来还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，还获批提前出狱。如今的胡慧中已经60多岁，早已淡出了娱乐圈。经历人生大起大落的他，只想专心经营自己的生活。人生从不被定义，或许最后平平淡淡才是真。我话讲完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